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你能想象吗？在古老的巴比伦，有一座花园，好像漂浮在空中一样，绿意盎然。这就是传说中的世界7大奇迹之一——巴比伦空中花园。传说它拥有领先于当时几个世纪的灌溉系统，甚至种植着直径3米、高达147米的参天大树。可令人费解的是，尽管它在传说中让人叹为观止，但是考古学家至今却找不到任何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它们的位置和外观。巴比伦的文献中也没有它们的踪影。那这座花园它真的存在吗？还是说它只是一场历史的美丽误会？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巴比伦空中花园背后的谜团吧。让我们先通过古代文学家的文字来一探这座传说中的世界7大奇迹之一——巴比伦空中花园的神秘面纱吧。据说这座花园建于公元前600年左右，是巴比伦国王为了表达对他妻子的爱意，特意在城堡的高处打造。花园一层叠一层，宛如自然山坡，森林树种遍布其中。整座花园呈方形，每边长达120米。占地约14400平方米，相当于2个并列的标准足球场的大小。那这座宏伟的建筑由拱形穹顶支撑，穹顶层层相连，犹如棋盘般的立方体，台基稳固地承载着它们。地基上覆盖着厚实的泥土，足以种下高大的树木。花园的设计就像一座希腊剧场，层层梯田般的结构让它的高度与城墙的顶端齐平。竖立的石柱支撑着整座花园。柱子上铺设了方形石块，强度足以承载厚重的泥土和灌溉用的水分，就更不用说那些巨大的树木了。说到这些树规模简直令人震撼，树干直径达3.68米，就光是环绕抱这棵树就需要11个成人手拉手才行。而这些参天大树高达147米，约相当于50层楼那么高。即便在这座人造的花园中，树木依旧生机盎然，果实累累，仿佛它们依然扎根于原始的沃土之中。想象一下在2600年前的古巴比伦，炎热又干旱的气候中，走进这座如同原始森林般的花园，凉爽舒适，简直如同进入了另一片天地一样。这位国王一定有非常多的努力。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建造这座花园花费了非常多的人工。这座花园被放在了4层地基之上，地基则是由25米高的柱子支撑着。它的墙壁厚达6.71米，墙壁的后面又有宽4.6米、间隔4.1米的交叉墙体支撑着，它们承载着植物园的全部重量。这个巨大的建筑尽管被如此多的树木根系压着，并承受着这么大一片森林的重量，却仍然屹立不倒。上升的层级建成以后，在平台下面建造游廊，游廊的屋顶是用约2.96米长和约1.2米宽的石梁覆盖的。在这些石梁之上的屋顶，首先铺有一层芦苇，其中灌溉了大量沥青，上面还有2道用粘固剂粘合的烤砖。第3层覆盖了一层铅板，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土壤中的水分渗漏下来。在所有这些各层上方，泥土被堆积到足够容纳最发达根系的深度。平整后的地面上密密麻麻地种植着各种树木。沿着花园内的游廊的步道可以一阶一阶地向上走。顶层的游廊高110米，托举着公园的最顶层。这里还有许许多多各种类型的王室寓所。有一间游廊容纳有通往最顶层的孔道，以及为花园供水的机器。外面的人看不到它如何工作。从高处涌出的水流顺着倾斜的水渠流下，这些水灌溉整个花园，浸透植物根部，使整个区域保持湿润。因此草永远是绿色的，树叶牢牢地附着在柔软的树枝之上，远远望上去就像是悬吊在半空中一样，宛如仙境一般。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年代，这种立体造园法是非常先进的。而且在古巴比伦炎热干旱的自然景观中，茂盛的植被像瀑布一样从23米的高原梯田上倾斜而下。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植物奇花异草鲜花等等，令人眼花缭乱。香气穿过高耸的植物绿洲，点缀着雕像和高大的石柱，和周围满是尘土的自然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难怪希腊和古罗马文献中它都被描绘得十分的奢华，让见过的人都为之一惊。作为一个帝国的缔造者，国王的征战和贸易网络延伸到遥远的地方，他的旅行使他接触到异国的植物，那这些植物的样本被收集并带回到这座花园，供当地人欣赏。这可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的时候，物品的运输肯定是不如现在的，不像现在有交通工具非常发达。那这些其他国家的奇异植物从不同的国家带到这里，也展示了国王的力量和财富。那花园里的植物也象征着国王的权力范围。巴比伦空中花园让人惊叹之处远不止于此，它最令人称奇的地方是那个供水系统。因为巴比伦雨水不多，并且临近沙漠，离幼发拉底河也有一段距离，所以空中花园应该有不少的输水设备。1999年 BBC 的一档节目《古人的秘密》中，有学者计算过这座花园需要多少水，答案是每天需要300吨。而这些供水系统并不是自动的，而是手动的。不得不感叹这座壮丽的花园从建成到维系人力损耗都是巨大的。据古代资料显示，这个供水系统从外面看是看不到的。那古代资料里那个将水带到山顶的神秘且隐蔽的灌溉系统是什么呢？它又是怎么样工作的呢？学者们认为这座输水装置可能是一种基本的杠杆装置，叫做节膏。节膏是原始的集水工具，我们也可以从苏美尔人的石板中找到它的身影。我们看这张图片木棍连着这个装置的左右两边，左边是配重的泥土或者是石块，右边呢用结实的绳系着舀水的桶，积水时两端一起一落，就可以轻易的把水提拉到所需要的地方。每一个桶的下方都有一个蓄水池，水通过这个装置一层一层的往高处运，最终达到了花园的顶端。但是经过计算即使工人再熟练，每个杠杆装置1小时也只能提1立方米的水，而这座庞大的空中花园1天之内就需要浇300立方米，所以至少说需要15条这样的装置日夜不停的工作，才可以满足花园的用水需求，整座花园的生态才能正常的去运转。并且我们知道植物呢是需要光合作用的，但是如此庞大且臃肿的输水灌溉装置，花园必定会被覆盖在阴影之下。显然这个理论呢又被推翻了。学者们又从古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中寻找到了新的可能性。文中写道，辛纳赫里布熟识各种技艺，宛如神的智慧附体，创造了圆柱体和螺旋泵，在蓄水池上设置了大圆柱和铜制螺旋泵，而非节膏，使王家亭阁看起来恰到好处，抬高了宫殿周围的高度，使之成为所有民族的奇迹，并把它命了个名字，叫做无双宫。在它旁边布置了一个模仿阿马努斯山的高峻花园，各种芳香植物、木本果树、生长在山区和加勒底的树木，以及产羊毛的树木等等，都种植在园内。而且学者们从亚述人的艺术作品中发现了螺旋线而为什么是亚述人不是巴比伦人呢？我们先留个悬念，之后会讲。那这两个元素真的能把水提上去吗？学者们经过实验发现，在空心的圆柱体的里面装上螺旋体，就可以得到一个螺旋抽水机，而这个抽水机通过内部的螺旋体不断的旋转，水最终会从地面上升到顶部。如果这些文字记载是真的，那么建造这座花园的工程师在阿基米德出生前的几个世纪就发明了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机。因为关于阿基米德发明的螺旋抽水机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00年，而巴比伦空中花园最早记载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通常情况下在干旱少雨的地区，花园会在炎热的酷暑中失去绿意，只有冬季和春天才能让这座花园重新唤起生机。得益于这个螺旋泵式抽水系统，花园在炎热的夏季也有源源不断的水源，使这座花园保持着长久的绿色，就像春天永远保留在了这片土地一样。在视频的开头我们就说过，这座花园是唯一一个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找到准确位置的古代世界7大奇迹之一。那现存的巴比伦的文献中都没有提到这座壮观建筑的记录，这就很反常而且考古学家
在巴比伦挖了几个世纪都没有找到符合这一描述的花园遗迹，这就让考古学家们不禁产生疑问：空中花园它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的话，它会在哪里呢？2013年，牛津大学亚述文化研究员斯蒂芬妮·达利在一本书中提出，这座花园也许并不在巴比伦，而是在巴比伦以北483公里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包括我们前面从出土资料分析过这座花园的供水系统是怎样的，很多都是基于亚述人的楔形文字的记载而来的。那我们说回正题啊，斯蒂芬妮·达利指出，巴比伦这个词的意思是天堂之门，曾专门指巴比伦城堡的伊什塔尔门，因此呢，该地区被称为巴比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各个政权将这个词与皇宫交替使用，因此在那个时代，美索不达米亚这片土地上只有亚述和巴比伦两大国有能力修建，而且亚述人其实是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上唯一擅长修建水利设施的人，巴比伦人其实并不擅长。前面我们有讲过，这座巨大的花园维持正常的生态运转，每天需要300吨水。如果不是非常擅长水利的工程师，是很难委以重任的，并且在地理环境上可能需要一条非常宽广的河流。那在2010年的时候，随着一批冷战年代早期的美国日缅卫星照片解密，学者发现当时的伊拉克卫星照上有一条60英里的古运河遗迹，部分地段深度还超过了苏伊士运河。这条运河呢，就位于新亚述帝国境内。现在啊，因为破坏和农业革命变得没那么明显，所以没有被发现。但是在1960年的时候，冷战时期啊，还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分析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环境啊。巴比伦处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南边，离沙漠区域很近；尼尼微处在北边，北边的降雨量和自然环境都比南边更适合植物的生长。巴比伦的遗址呀，考古文献中都未能发现和这座花园吻合的信息，但是从亚述人出土的楔形文字和艺术作品中，可以找到关于花园的文字描述和图像的。尼尼微宫殿中幸存的一幅雕刻描绘了花园和运河。1854年，在亚述国王辛纳赫里布之孙阿舒尔巴尼拔位于尼尼微的北宫发现了一块如今闻名遐迩的浮雕石板，它描绘了一座花园。从左边看，这条宽的线是一条河流，渡渠内流淌着从高处引来的水，从上往下流淌着，渗透进深埋地下的植物根部，并且分流成几股小溪，暗示陡峭的坡地。画面正中间这个像火炬一样的图形，是不是很像喷泉？而画面上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国王，他正在连廊里。有资料显示，这块石板的某些部分曾经被上过色，因为研究者在水体的线条上发现了深蓝色的痕迹。那在这里说一下巴比伦空中花园为什么这么难找啊？不管是从古代文献里去寻找它的踪迹，还是说从城市的遗迹中挖掘它，都很困难。因为古苏美人用楔形文字在泥板上书写他们的历史，就和我们的祖先在甲骨文上记录历史本质上呢是一样的。这些泥板大多数就是晒干而未经过烘烤，所以泥板通常受损严重，往往是严重的断裂啊。解读这些历史文献就像拼图一样，得给它拼起来，往往呢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如果挖掘到了新的泥板，那以前记录在泥板上的文献很有可能就被推翻了，需要重新来更正一下它的意思。感觉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文化真的是一项非常折磨人的工作啊，就好像是解读了上一段的文字啊，但是下一段文字出现的时候，一个转折句很有可能历史就被推翻了。巴比伦空中花园和美索不达米亚所有建筑一样，这座花园也是用泥砖建成的，它不像金字塔一样外部是石头，内部才是泥土，或者说是烧制砖块这样易保存的建筑方式。尽管这座花园在建筑的时候用了一层薄薄的焦油来保护它们免受雨水的侵蚀，但是这个焦油经过几千年，最终是可以被生物降解的并且在过去的20年里，巴比伦和尼尼微都经历过战争和破坏，那这个谜团似乎永远都无法解开了。如果这座花园确实存在于历史之中，并且拥有强大的供水系统和令人惊叹的巨大植被，那么它很有可能并不在巴比伦，而是在尼尼微。这也就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至今都找不到它的确凿证据，只是因为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错位，才让现代人误以为这座花园位于巴比伦。
不过啊，每当说到这座花园究竟在哪里的时候啊，当然都会有不同的声音。有的人坚持古代作家的观点，并且还在等待考古学提供确凿的证据。那还有一些人则认为空中花园只不过是古希腊虚构的传说罢了，是想象出来的产物。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所要讲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对巴比伦空中花园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也欢迎留言哦。别忘了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